读文章的时候读得很慢，或读不懂，或读错意思，对吧 ？OK 哈，好，来这部分怎么样呢？请你记住这件事情，这部分是要靠怎么样自己来训练补强的。而这个训练时间需要多久呢？好，你不要以为一天晚上睡觉起来，只要跟你讲个技巧，马上就变神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把那些 ABC 当什么东西？大家听懂意思吗 ？OK 哦，好，来，你要记住，就是如果你要加强阅读实力的话，我们要追求一个什么自然的历程？这个自然历程大概需要20天以上的时间才能练成。OK 哈，好，20天虽然不能让你就达到一个效果，是至少可以就是有一个感觉。什么历程呢？好，有听过我讲我之前英文很烂，后来变好故事吗？没有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来，我跟大家讲我英文多烂。OK， 好，来，我大学的时候上了大学，它的怎么样呢？它有个标准，做什么？就跟我们国小说游泳要游过25公尺才能毕业一样，大学怎么样呢？大学比较文雅，他说你要毕业的话，你就要做2件事情，其中1件，第一个，你要么就去考什么，就去考全民英检，你中高级初试要有过，这样子，初试就是考听力跟什么阅读，你要么就是什么，你要么就是好，你不去考那个，你就去给我上一个叫进阶英文的课，你就给我去世新教育馆去上这种课，好，如果你怎么样呢？你没有上这个课的话，你也没有考英检考过的话，你不让你毕业，那想当然了，怎么样呢？对大学生来说，多修一门课，或者是根本是什么，快炸掉了，听懂我意思吗？能不去上课就不去上课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第一步当然跟大家一样去考全民检中高级，就糟糕了 ，fail 了，怎么办 ？OK， 大1、大2的时候连考2次都 fail， 连初试都没有过。OK 哦，好，来，我说过一件事嘛，人英文里面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大学联考刚考完英文那一科的时候，好，在跟第2天的时候，你的英文能力就直线的下降 ，OK 哦，好，那当然下降到大1、大2的时候，你知道大1、大2就做2件事情嘛，就是什么？第一个叫睡觉，第二个叫喝汤，而且这2个是一起的 ，OK 哦，就喝汤都在睡觉，然后呢，脑子不断的摧残之后，英文就变得很烂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你要开始重建英文实力。我那时候想到，好，我现在开始重建英文实力。我相信在场各位大家都有想过说，要怎么样把英文实力变好的这件事情，而且你们也从网络上看到很多什么，有一些独门秘方。我举几个例子好了。好，我第一开始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先怎么样呢？我先去做一件事情。我看网络上的人说，要英文实力要变好，就要把怎么样呢？电脑的首页换成《纽约时报》，OK 哦，好，所以当下我第一件事就是什么？把首页赶快换成 nytimes.com，OK 哦，好，结果后来发现2天之后发现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虽然换成《纽约时报》，可是我都会忽略所有的页面，然后呢，直接眼睛移到网址列打上 tw.yahoo.com 这样子 ，OK 哦，所以完全没有用，好，有的时候突然完全没有用。好了，接下来下一步我做什么？有人说好，那不然你去买那个 Life ABC 嘛。好，你知道有很多这种英文杂志嘛，哦 ，Life ABC 啊，什么常春藤好进阶英语之类、公共英语教室之类的。好，我买了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些杂志因为它迎合所有大众的口味，虽然里面的文章都是这边选一篇，那边选一篇，好，有可能一篇选的是阿嬷会有兴趣的文章，一篇选的是上班族会有兴趣的文章，一篇选的是学生会有兴趣的文章。可是到最后这本书里面怎么样呢？其实很多文章你都没有兴趣，你就不认真读，你就把它当课文来读，就很无聊。然后再就是里面附的 CD 超奇怪的，怎么样呢？里面外国人讲话跟一般人讲话都不太一样。好，因为台湾遇到外国人都不会像 CD 里面那样讲，说 Hi, this is a lesson 这样子，不会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学跟没有学一样这样子。OK 哦，好，所以那本书我没什么动力读，后来就放弃了。接下来还有什么？有人说去听英文的电台。好，我打开听 ICRT， 然后我听了1个礼拜之后，发现说什么？好，我这个礼拜的排行榜的所有歌我都很熟，但英文好像没有变好，这样子 OK 哦，好，来再听音乐，好，然后再来又做了一件事情，好，我看。现在你山穷水尽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做了一件事情，好，我听说大家都喜欢听 CNN， 喜欢听 BBC， 好，那我就听了，好，然后我开始上网找 BBC 的网站，我好多英文我不想看，然后点那个什么播放键开始听，好，一打开来听，哇塞啊，好，听了很久，一直想说到底公开小，就是你知道英文听不懂英文的人会觉得怎么样呢？英文里面的那个字跟字都是连在一起，就一连串的这样子 ，OK 哈，好，没有断句，没有听不出来那个文章的空格 ，OK 哈，好，我听了1个小时，我只听了3个字，叫做 You 跟奥巴马这3个字而已 ，OK 哦，好，来，那就完蛋了。可是问题是这是最后一招，你知道这已经是人到最后关头了 ，OK 哦，我就想说，哇塞啊，这样子不行啊，我已经想不到招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又听不懂，算了，我就假装，我就每天听好了，好，想说每天听的话，就算听不懂，我就把它放旁边当背景音乐听，我也不管他讲什么，因为反正我也听不懂这样子。
好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反正这样别人来问我的时候，会说到时你最近有没有练英文啊？我说有啊，谁像你一样，我平常听 BBC 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有点什么欺骗自己的感觉，而欺骗别人这样子 ？OK 哦，所以那时候完全就是每天放，然后你说至少这样我就可以跟别人讲说，我有在听 BBC， 那你有在干嘛？你在听 Life ABC 是不是啊？你好弱这样子 ，OK 哦，好，但我其实都没有在听，为什么？没有在听懂。因为怎么样呢？我放旁边背景音乐，反正我也听不懂。但其实你知道，这个误打误撞的过程到后来，忽然发现，怎么会有额外用处？什么额外用处？就是什么？放背景音乐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其实我那时候在做别的事情我一面怎么样？我一面在有时候是边洗脸的时候边听，有时候是边收包包的时候边听，有时候是什么整理房间的时候边听，然后有时候是一面完成我的电竞之梦，就是一面在打电动一面听这样子。OK 哦，好，反正就是做别的事情听，完全没有在干嘛，就当背景音乐做。OK， 好。大概听了大概20几天1个月之后，发现一件事情：文章里面一开始是里面的断句，好，或者是字跟字之间空格我听得出来，然后后来发现一些常用单字我开始听得懂了，这样子，好，但这时候大概只听得懂1成而已。OK， 好，但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？就是今天你朗诵英文的时候，可能可以接近一点什么呀？外国人的语调，好，不能说完全，也不能说很流利，但至少可以变得比较顺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东西的下一步是什么呢？你要记住这个东西叫做什么？听完听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说，而这个说接下来跳到下一步是什么？你说的快之后怎么样呢？今天你读文章的时候，你读的速度就会快。你要记住，所有的文章、所有的 input 到我们脑子里面的时候，不是凭空出现，和脑子里面是有对话的。OK， 你自己在跟你自己用中文思考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你的脑子里面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。在看英文的时候，我们阅读其实算是在默读。你在看英文或中文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都有一个声音在复读一次，再去理解那个声音，这样子。OK 哦，举个例子好了，来。我们就举中文的文章当例子，如果一篇文章200个字都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，你不会看不懂，你只会觉得怎么样很不顺，对不对？会觉得说怎么这个人讲话都没有断句，我怎么知道我还要自己帮他断句？这就是什么？标点符号代表是我们讲话的那个停顿跟什么语气这样子。所以今天一篇文章怎么样呢？在心里面会默读一遍，我们是去听那个声音去理解的。OK 好，而这个东西会渐渐的影响你什么？读文章的速度，你只要心里面那个声音快，那个声音顺，你读文章就会快跟顺，不然你眼睛就跟不上你心里的声音，更不用说思考了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读文章再长我都不会有恐惧 ，OK 而到最后文章读多了之后，你看惯别人用法之后，你自己才知道说一篇文章怎么写才写得好，才会有一些惯用法出现。这就是什么？听说读写其实是一体的，不是分开的。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，先听妈妈说很多字了之后，开始自己学会说话，学会说话之后怎么样呢？开始看文章的时候还看得比较顺，最后看到很多文章之后，我们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。好，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很快，好，这个过程一直到持续到现在，我每天都还是有在听，还是有在写。好，我已经持续了7年左右了 ，OK 那想说到时所以现在我是7年才考试 GMAT 的意思吗？当然不可能 ，OK 好。大概1个月左右，成效就会出来 ，OK 好，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说你英文的基础实力是有问题的，你想要加强的，你先做第一件事情，先把你的背景音乐怎么样呢？好，从电音换成 BBC 的新闻 ，OK 好，然后呢，你不用管它，你就是旁边一直听就好。听了1个多月之后，怎么样呢？再去看跟那个新闻有关系的文章，好，比如说新闻今天在报什么，在报土耳其的事情，那你就是听完之后去看土耳其的新闻的文稿，他们通常都会有新闻稿，好，你会发现说，你看的速度会变很快 ，OK 好，然后慢慢这样练习，这样搭配，你的英文实力会加强，然后再回来做 RC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读的速度会变快，更重要的是你以后准备托福，或者是你在国外读 paper， 或者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是一辈子的实力 ，OK 好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，好，来。